前幾天數學的最高獎項菲爾茲獎頒給了4個數學家，其中有2個是中國人，王宏和鄧玉。尤其是王宏，大家有很多討論，這個獎到底算哪個國家？他本科在北大，碩士去的法國，博士在美國，現在同時在法國和美國擔任終身教授。很多人在吵，這到底是中國教育的失敗還是成功？這個我不下結論，我更關注的是另一件事。這個現在被3個國家爭着算自己的人，當年在北大數院是個成績中等的學生。大家好，我是 ZZ 爸爸，主業是 AI 產品經理，太太是兒童心理學家。我把王宏的成長經歷翻了一遍，看看對我們當家長的有什麼啟發。王宏小時候在廣西桂林長大，他的父母都是中學老師，爸爸教數學，媽媽教英語。但他的爸爸並沒有從小就輔導他數學，讓他超前的學，而是給了他很大的自由，去做他想做的事。他們会帶王宏去書店，挑一些有意思的数學書，讓他自己去解裡面的題。結果是他5、6歲就迷上了一道數學題，解出來的時候特別開心。讓孩子有閒暇的時間，自己去找到純粹的快樂，跟被安排、被逼做一件事的體驗是完全不一樣的。這個放空的習慣，他長大以後還有。一個剛剛解開100年難題的人，日常的習慣是去植物園。他說，在花草樹木之間散步，讓思緒自己漫遊，會讓人平靜下來。而且植物園的溫室裡面很潮濕，讓他想起了桂林的氣候。我想，我們父母能做的，可能最多就是給孩子一個環境，能讓他們發現自己熱愛的東西。接着到了上大學，這一段是我最沒有想到的。我以為菲爾茲獎得主一定是從小參加奧數競賽，結果發現他從來沒有參加過奧數。16歲的他以653分考進北大，但這個分數不夠數學系的錄取線，所以他一開始被調劑到的是北大的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，之後在大2通過轉系的考試才轉進了數學系。進去之後呢，真正難的部分才開始。北大數院是全國競賽金牌的集中營。他本人在採訪裡也很坦白地說，大學的成績並不好，一直在掙扎，能生存下來就不錯了。他的老師也說，他不是競賽生，在班上的表現不是最亮眼的。甚至他的同學說得更直接，那個時候沒有想到王宏會繼續做嚴肅的數學研究。你把這幾件事情拼起來看，沒打過競賽，分數不夠進數學系，轉了專業，成績中等，這不像是一個天選之人的劇本。當然，北大數學系本身就是一個很強的圈子。當年他在這個圈子裡呢，到底普通在哪？有個細節很有意思，別人追求的是快速做對一道題，而他一道難題要想好幾天，做完了也常常忘記對答案，因為他真正享受的是推理的過程本身。放在一屋子的奧數金牌的北大數院，就會顯得慢。可能正是因為這種慢，讓他後來能用127頁的論文去證明一個困擾數學界100多年的難題。快可以決定你這一次考試拿多少分，慢呢，決定你能在一個難題面前堅持多久。換句話說，不能用考試的成績來判斷一個人的上限。他是怎麼從一個北大的中等學生又繼續做數學研究的呢？轉折點是他去了法國。這裡得說一下他去的那所學校 École Polytechnique 綜合理工學院，它的簡稱就是一個字母 X， 法語讀 X。 這所學校是法國的絕對第一，出過很多的數學家。以前在巴黎的時候，聽到有人介紹自己是 X 的，大家都覺得是天之驕子。他這次拿了獎，法國總統 Macron 都親自打電話去祝賀，還把通話視頻發到了社交媒體上，倒是很想蹭一波 credit。不過說句題外話，王宏的英文也帶着一絲法語的口音，再加上本身的中國口音，是一個很神奇的組合。那他當年怎麼進的？他講的特別樸素。他說，我大學的成績並不好，所以當我知道 X 要派一批教授來北京的时候，我覺得這對我是一個難得的機會，然後他自己練，考過了就去了。法國之後又去 MIT 讀了博士，這都是世界頂級的數學系。但他自己在採訪裡提到最多的是這些地方的老師，讓他建立起來了对數學的自信。第一個是在 X 的法國老師 Bon Martel， 他跟着這個老師上一門課，老師告訴他，你讀不懂的地方可以下次來問我。他說那是第一次意識到
我不用一個人搞懂所有東西，有人願意幫我。就這麼一句話，讓他變得更耐心，也沒那麼緊張了。第二個是他後來在 MIT 碰到的博士導師 Harry Guth， 也是他一直說的榜樣。他說自己的想法經常跟周圍的人不太一樣，而這個導師會先聽完他是怎麼想的，順着他的思路走。他說這個讓他一點點建立起了自信。這兩個老師做的都不是糾正，他們沒有一上來就給一個正確的思路，而是聽完他的思路，試圖理解，然後再引導。你要是直接給一個更快更優的解法，孩子們只會學到一種解法，沒有自己思考的過程了，也失去了很多樂趣。我自己也很有感觸，我们在做數學題的時候，有的时候孩子會很慢，然後我就覺得這個不是掌握的技巧嗎？但很多時候會有一些新的思路，我們會去聽孩子是怎麼做出來的，然後再去分享我是怎麼做的。解題可以有很多種思路，我的不一定就是最優解。孩子的大腦也有他們自己的節奏，過幾天之後發現他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舉一反三了。你可能會以為進了 X 去了 MIT 遇到好老師，接下來就是一路順風了，但並不是，還有一段小彎路。他在法國學數學的時候，一度跑去學了建築，還去建築事務所實習過，後來發現還是更喜歡數學。他還給自己定了一個時限，他說我決定把最有創造力的這幾年押給數學，如果5年之後還不行，我再重新評估。從那以後他就沒有再糾結自己到底擅不擅長數學了。這個5年之約很聰明，相當於是給自己買下來5年的時間，可以沒有結果，但也要試一試。他拿獎之後的感言我也特別喜歡，他說我並沒有刻意去解決某個難題，我只是覺得它很有意思。所以繞路不一定是浪費時間，有的時候是需要繞遠一點，才知道自己真愛是什麼，然後再回來。最後我想分享王洪自己說的一句話，我覺得放在 AI 的時代特別成立。他說就算有一天我決定不做數學了，數學訓練仍然有用，它能讓我保持冷靜，去想辦法走出困境。你從王洪的經歷裡面聊，如果今天這一期對你有一點啟發，點個讚，關注一下，我們下期見。